现在是早上7點多，很久沒有這麼早出門了。現在是在東京車站，今天要去千葉縣的東南部。終於到嘍！今天來到千葉縣的勝浦。勝浦位於千葉縣的東南沿海，那是一個被海洋與丘陵環繞的城市。那因為海風與深海的影響啊，已經100多年來未出現過35度以上的酷暑日了，屬於關東少有的避暑勝地。那從東京搭特急啊，也只需90分鐘就可以到達了。啊，加上這裡悠久的早市文化，還有海鮮文化，讓勝浦啊成為整個關東啊非常適合居住的一個2線小城市。那這次來呢，主要是2個目的，一個是來看一個傳統的祭典，第2個就是在這塊看看風景。那上午的話，我安排看祭典，講解一下祭典。那下午啊，就是看風景散心。那咱們開始吧。那每年2月下旬到3月初啊，無論你在勝浦的車站、商店還是神社呀，滿眼都是這種被稱為廚人偶的日本傳統人偶陳列，這就是著名的勝浦大廚祭。那在日本呀，每年的3月3日就是 Hinamatsuri， 也就是日本的女兒節。傳統的做法呢，是家裡有女孩的父母啊，會擺出一套階梯狀的壇子，上面錯落有致地放着模仿平安時代貴族裝束的人偶，用來祈求啊女兒健康成長，未來能有一段美滿的婚姻。但在勝浦呢，這種原本私密的家庭祭祀啊，被放大到了一個驚人的規模。尤其是在遠見岬神社啊，在60級台階的上層啊，擺放了大約1500隻人偶。那全城各處啊，會擺放2萬到3萬隻人偶。那今年看新聞的話，應該是25000隻左右。這種規模放眼整個日本啊，都是能排進前幾名的存在。那麼問題來了啊，為什麼一個祈求女孩平安的節日啊，要搞得如此宏大，甚至帶有一種肅穆的秩序感？想要看懂這些人偶背後的邏輯啊，我們先要剝開這層粉紅色的包裝啊，去看看這些人偶最初的任務到底是什麼。那很多人以为啊，廚祭只是一個關於女兒健康成長的溫情祭典啊，但如果把時間拉回到平安時代啊，它的前身是平安時代的流廚。在那個醫療與行政力量都無法對抗瘟疫的年代啊，人們用草木或紙張啊紮成人形，通過儀式啊，將自身的晦啊，也就是所謂的疾病、災禍和負面能量全部轉移到這些人偶身上，然後把它們丟進河流沖走。到了江戶時代呢，情況發生了轉變，在德川幕府的統治下呀，社會秩序啊被前所未有的穩定下來，那身份制度啊被明確化，都市商業發展迅速，原本簡陋的流廚啊，逐漸演變成為精緻的廚人形。那人偶不再被丟進河中，而是被擺上階梯式的壇台，成為可以常年保存與展示的家庭象徵。那當社會從對災厄的恐懼轉向對秩序的確信時呢，祭典的形式啊也隨之改變。原本用來承載災厄的人形啊，開始穿上平安貴族的服飾；原本用來送走不安的儀式啊，變成了每年固定上演的家庭景觀。那於是啊，恐懼變成了一種審美。但是在一個階級結構穩定的時代裡啊，這種視覺上的審美啊，往往也會影射出那個時代的社會邏輯。當一個孩子在這樣的階梯式審美前長大呀，他看到的不只是娃娃，而是一整套已經被美化過的社會邏輯。而所謂的美滿婚姻啊，在當時的語境裡啊，美滿往往意味着默認自己進入那套既定的社會角色裡。前邊就是整個祭典當中最重要的會場——遠見岬神社。它的數量可能不是最多的，但是絕對是最壯觀的。要想進到神社裡拍，還得排隊。來都來了，就排唄。
那麼接下来呀，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这是一种默認的社會等級制度啊？那很多人站在遠見岬神社的60節台階下，通常是感嘆場面的壯觀。但是大家有沒有發覺呀？這些人偶的擺放啊，並不是隨機的。位於最頂端接受所有人仰視的內裡廚啊，也就是象徵天皇夫婦的權力核心。往下是3個宮女，再往下是5個樂師，那最底層啊，則是隨從和雜役。在身份制度高度明確的江戶時代啊，這種垂直分布啊，本身就與當時的社會結構相呼應。當這樣的擺列啊，年復一年的出現在家庭之中，它所呈現的不只是精緻的人偶工藝，而是一整套被審美化的社會模型。那從視覺角度上啊，會形成一種直觀的感受，秩序是分層的，位置是有高低的。這不只是在看娃娃，這是一種關於位階秩序的展示。最大的這個展館是收費的，一個人500日元，相當於500日元買個明信片。聽他這個工作人員說啊，這裡邊至少有1萬個以上的人偶。這個展廳就全都是古董的，江戶末期的、明治時代的，至少得100多年歷史。那下面咱們就要說說呀，為什麼在關東邊緣地區的聖浦啊，要搞這麼大規模的祭典？事實上啊，今天我們看到的聖浦大雛祭啊，是一項始於2000年代初的地方振興活動。當地商店啊與居民啊，希望透過節慶，重新為這座漁港城市啊注入人流與關注。當2萬到3萬個人偶啊被整齊地鋪列在街道與神社階梯上啊，這種規模啊，形成了一種壓倒性的視覺效果。在一座以海洋為生、充滿流動性的港口城市裡啊，這樣極端整齊、階梯分明的排列啊，本身就形成了強烈的對比。當一個地方需要重新被看見時啊，它往往會借用一套已經被廣泛理解且帶有文化正統性的符號。那如今看到的聖浦大雛祭啊，並不是自古以來就是這麼大規模，而是在少子化與地方衰退的時代啊，一座港口城市選擇用傳統秩序符號來為當地重塑一套扭轉頹勢的嘗試。來到最震撼的地方了，雖然這個會場特別震撼吧，但是擺得密密麻麻的，而且距離比較遠，拍得不是很清楚。那解構完人偶的制度與秩序啊，我們換個角度聊聊它的另一面啊。那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日本傳統人偶啊，感覺不是可愛，而是隱約的不安。這種感受呢，並不完全來自恐怖電影的誇張演繹。那在人形文化的源頭啊，無論是流廚還是後來的廚人形啊，他們最初啊都承擔着替身的角色。那人們把疾病、災厄、晦氣啊轉移到人偶身上，再送走。也正因為如此呀，人偶在某些民間觀念中啊，被視為可能承載情感與記憶的媒介。那日本自古有物品也會寄宿靈魂的想法，長時間陪伴的物品啊，被認為會積累主人的氣息與情感。那這種觀念啊，後來也成為恐怖敘事的重要來源。那因此呀，許多家庭在處理舊人偶時啊，會選擇送到神社或寺院啊進行供養，而不是隨意丟棄。大家在逛中古店的時候啊，經常會看到極便宜的人偶，卻少有人問津。主要原因啊，是因為日本人相信他們有靈魂，所以會下意識地保持距離，不去購買。那我本人呢，就遇到過100到200日元處理的人偶啊，依然無人問津。那這或許啊不是單純的迷信，而是一種對替身之物的敬畏。所以大家在中古店看到心動的人偶之後啊，如果對這些比較在意的話呀，一定要想清楚再決定要不要購買。哇，還有2樓會場，但2樓好像沒有人偶的。人偶的話，這應該是最後的部分了。哇，這接近於等身比例了。其實按照以前人的身高來說，這應該就是1比1的比例了。
我现在去2楼看一眼，估计什么都不会拍。然后如果有特别的，我就拍一拍吧。2楼有人偶，可以看到，但跟楼底下的差不太多，所以也没什么太多拍的必要。这算是意外之喜啊！我没想到它这边还有灯饰。已经出来了。那今天上半部关于祭典的这些都已经看完了，實際上拍的東西啊，比我想象中的要多。現在往港口走，路上看有什麼吃的。那說到港口城市啊，大家第一反應就是特產是海鮮，這倒沒錯。但是聖浦啊，最有名的其實不是海鮮，而是擔擔麵。所以呢，路上第一選擇就是看有沒有擔擔麵吃。那其實，在神社門口吧，就有一個有名的擔擔麵，但是它上午11點就說今天呢都賣完了，可想今天人有多多哈，所以只能去找別家了。看來得遠離會場這附近，在這附近要吃飯的話，怎麼都要排隊，太浪費時間了。一離開會場的範圍啊，馬上就可以看到這個城市原本的面貌。非常的安靜，基本上看不到人。我這還是主道，你要走裡邊小道的話更安靜。這條路還是去景點的路，都沒什麼人，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啊，雖然這塊的氣候啊非常適合居住，但是如果這個喜歡熱鬧的人呀，來這塊肯定會寂寞死。這塊就是聖浦的漁港了，咱們接下來的地方就要去這上邊，這上邊看風景非常的不錯，應該也是這塊唯一的景點了。到了八幡甲公園呀，看到它那個招式，也就是早市啊，突然想起來可以講一講。聖浦這塊的早市啊，是日本3大早市之一，但是大家不要被這3大所迷惑啊，它這個大並不代表它規模大，其實規模很小。但它為什麼能成為日本3大之一呢？主要日本人對大的理解啊，並不是規模，而是歷史悠久，或者是持續性。那聖浦的這個早市啊，已經有400多年的歷史了。從這個歷史悠久的角度來講的話，確實在日本是數一數二的。那其次呢，就是日本海港城市啊，有早市的非常少，而聖浦啊，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所以說它非常有代表性。然後接下來呢，就是這個宣傳的作用，像電視台啊，經常來這塊宣傳這個早市，所以久而久之啊，大家就形成了這個概念：聖浦的早市規模不大，但它卻是日本3大早市之一。那塊可以下去，但我不下去了，因為一會兒還要去下一站，下一站還是會爬山看海什麼的，所以不需要在這塊浪費時間。我走到公園這塊啊，沒看到一家吃飯的地兒。這塊的擔擔麵沒有網上說的那麼多，其實我就看到一家，就神社門口那一家，也可能不在這站吧，因為我看來這邊拍視頻的日本人啊，都是這2、3站一起拍嘛，也可能是在下一站比較多，所以呢，就現在就只能先餓着肚子了。嚯，真漂亮！可以看到那塊有一個鳥居。養豬夫人誕生地，那聖浦這裡啊，要從歷史角度講的話，它沒有太多精彩和有深度的歷史講，主要就是看風景。完了，我以為上來怎麼有個觀景台吧，結果沒有，就一個小神社，這邊樹擋着，趕快下去。原來這塊是聖浦城址。
但這個城應該很小，因為上面面積不大嘛。這個聖普燈台啊，應該也是個景點。以前是部分時間開放，但是去年年底啊，就徹底关闭了，不開放了，不知道什麼原因，所以就不用過去了。上來了，這個像應該就是養豬夫人了，那塊寫着養豬院。看了注解，我才知道自己有眼不识泰山呀。这是德川家康的侧室，德川家的御三家有2家的先祖啊，都是他亲生的，纪伊和水户。这就是刚才说的灯塔了。好了，简单拍一拍，咱们该撤了，因为下边还有地方要去呢。现在我就回车站了。找到一个担担面，但是已经划掉了，应该是卖完了。这也是担担面，但是大家看这队伍啊，我要吃完，我估计下一个景点就去不了了，所以放弃。回到车站了，在超市买个面包垫一垫。查了一下时间表啊，他这块车1小时才1辆。如果我在这排队吃那個担担面啊，至少要在這浪費1個小時以上，所以肯定就看不了下一個景點了。所以先到下一個地方再說。已經到達下一站提原了，一出車站我就絕望了。這別說吃飯了，你連個便利店你都不可能見到。提原這塊2個景點是分開的，這個方向啊是去海中公園的，這個方向啊去理想鄉的。這個名字聽着挺浪漫啊。其實就是一個跟剛才差不多，站在高處看海景的地方。那為什麼選擇來理想鄉呢？跟看海沒關係，因為剛才也看過了哈。主要是這條路啊，會經過很多手挖的隧道，因為千葉這附近啊也是有很多山區，所以以前呀，挖了很多手工的隧道。這些隧道啊，現在都成了一些網紅打卡點了。這塊指示太不清楚了，那邊是不讓走的，然後這邊寫着是一個提原館，是溫泉哈，但實際上從這裡邊走就可以了。路上沒有任何指示，我在這轉了半天啊，這塊才有理想鄉。我找了半天，我說路在哪兒呢？這就是剛才我說的手挖的隧道。千葉呢，雖然有很多山區啊，但是它是日本很有名的無熊縣，就是熊過不來的。熊要想過來的話，還得滿足2個條件。第一啊，就是它要橫跨關東這個平原，基本上不可能，而且你橫跨的時候還不能被人發現，這基本上就已經不可能完成了。第二個就是它即便僥倖啊達成這個條件了，它也越不過江戶川和立根川這2個天然屏障。所以千葉是遇不到熊的。那大家如果想爬山又怕遇到熊的話，可以選擇來千葉試一試。雖然在千葉爬山遇不到熊，但是還是有幾率遇到其他野生動物的。像聖浦這塊最多見的就是鹿了，咱們看今天會不會遇到啊？這其實是繩文前期的遺跡。
天風太大了，吹的这沙子打脸上好疼啊！嚯！这就是海中公園了，其實就是一個海上的展望台。没想到还真的碰到鹿了，不過是只小鹿，成年鹿没有遇到。这只小鹿还挺淡定啊，我走那麼近它都沒有反應。這邊應該是到路了，好像還有路可以走，那麼好就是去神社的。這塊叫做黃昏之丘。果然是神社这塊，這回是真到盡頭了，沒路可走了。我迷路了，我是按着原路回來的，但是我沒有來過這塊兒。這路跟迷宮似的呀。也行吧，算是意外的發現。啊，这条路是连着这個浴場的，但問題是我要這麼走的話，我就看不到海中公園了，這是相反方向。這裡有個鳥居，過來拍一下。本來計劃時間富裕的話，再去下一站看一看。但現在來看，應該時間不夠了，就留着以後再去吧。現在我看看能不能趕回去看海中樂園啊，然後其次就是擔擔麵，爭取把這兩個都完成了。好不容易碰到一家擔擔麵，然後我激動的呀，結果沒開門啊。這咋整啊？今天夠嗆的。來這種地兒，如果想吃飯的話，還真不適合周末來，應該是平日來。平日他們基本上都營業，反倒是周末會休息。哇，風好大呀！已經到海中公園這兒了。這邊應該是還可以進，那邊還在賣票。後邊的博物館的話是來不及了，人家已經關門了。門票比我想中要貴。居然850，今天還是優惠了。我剛才寫平時是980，時間還比較緊張，所以得抓緊時間看。
知道為什麼它這塊貴了。它不光是一個展望台，它下邊應該是有一個水族館。已經到海中了。哎呀，上来了，下边太热了。其實也算不上水族馆，就是在海底啊開幾個窗口，讓你可以觀察海洋生物。這東西還不如水族館，因為每個窗口能碰到什麼都是隨機的。看來就差一个担担面了，不过这也不大可能吃到了。回到车站喽。这次算是回去比较早的，太陽離下山還有一段時間呢。那離車來還有一段時間啊。那我不如就把聖浦為什麼會把擔擔面當成特色啊，給大家講一講。這主要是跟他們生活習慣有關係，因為這塊都是海民嘛。要早上出海打魚，那早上會很冷，所以他們需要重油、重辣、高熱量的東西驅寒，然後補充熱量。那重辣的擔擔面啊，就是最好的選擇。然後作為一個海鮮城市啊，海鮮雖然是有特色，但是你也有，我也有，因為這屬於大自然的饋贈嘛，不夠有話題性。而極辣的、重辣的擔擔面啊，是有足夠話題性，很容易讓人記住。上車一閉眼，再一睜眼，已經到東京車站了，這也太快了。我預計9點以後才能回來吧，現在剛7點鐘。那好吧，那這期內容就到這裡，謝謝觀看，咱們下期再見，拜拜。